你这话里边好像有话。行了行了，别废话了。电报里都写什么了呀？近期战事频繁，特工大队无兵可派，可由栀子花借兵何言？对不起，袁部长在电报中对我做了指示，我只能执行他的命令。好，今天就玩到这儿，你们先回去。回去吧。大小姐呼叫，大小姐呼叫，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王站长别来无恙啊！这话，应该我问你吧？这话怎么说？没记错的话，1年前咱们最后一次分手，是我把你从禁闭室放走，并目送你远去，所以这话，当然应该是我问你。
咄咄逼人是吧？那是因为你太盛气凌人。嫌我盛气凌人，可以不来见我，干嘛非要委屈自己，主动约我见面？你帮帮忙，我约你，笑话！不是军令如山，我8辈子不会见。话不投机1拍2散，告辞，我走。怎么，刚坐下就要走？2个大男人，好大的气度。我还坐着呢，要走的是何营长。我就是怕2位耿耿于怀过去的恩怨，所以提前到茶楼来以防万一。果然，难道现在有什么比商量联手抗日更重要的事情吗？哎，千万别跟我和王站长说抗日的事。我们俩在一起不抗日也没什么矛盾，一抗日我们俩就先搞对抗。难得，何营长这句话我非常赞同。现在抗日武装力量到处都是。我上哪儿都能拉一支响当当的队伍来帮忙，那你就去拉嘛。好了啦，这我求你们了好吗？各自少说一句，以大局为重，可以吗？2个大男人当着一个女人，如此的没有风度和涵养，不君子般。何营长，我也是受袁和平部长之托，才约你和王站长见面的。虽说你和袁部长不熟，但彼此也知道对方，所以客气话就不说了。给句准话，如果我们需要你搭把手，能否答应？要像现在这种气氛，似乎有点难度。我想王站长也会同意我的看法。同意。打仗嘛，讲究的就是指挥和配合。像这种气氛，将来谁指挥谁，谁配合谁啊？天知道。敌人没上来呢，自己人先干起来了。王站长，你要这么说，这事纯粹属于我个人，请你帮忙。为了你，我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好吧，既然今天是来给上官帮忙的，我就先忍着吧。哼，我不在乎谁指挥谁，既然是配合你们行动，我可以听你。上官，我这么做应该很有涵养跟风度了吧？我非常高兴。王站长，何营长已经有姿态了。你说说吧。哎，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联手跟鬼子干过，彼此都熟悉对方的战术和打法啊。那就太好了，忽然间雨过天晴了。看来也没有什么化解不开的矛盾嘛。你等等，主观上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客观条件上，就是装备，你们能保证吗？就你们共军那点破家当，我可实在是不敢恭维啊。你说哪方面的装备？枪支还是？都有，枪支、弹药、情报，还有车辆。对了，还有通讯，通讯必须要得到保障。那么大一个太湖，回头连人藏哪都不知道，指挥的找不着配合的，配合的又不知道往哪配合，那这仗没法打。通讯没问题，我们有电台呀，你忘了？而且我就兼任着报务的工作呢。快别说你那电台了，就你那电台，怎么都联系不上，能把人活活的给急死。怎么会啊？
我觉得我们的电台蛮好的，没有什么问题啊。前天晚上不是很快就跟你联系上了吗？不然你现在也不会坐在这儿啊。我不是说的这次，我说上次，就是测试波段那次。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长官，你说的上一次的，是哪次啊？那次。那次。对，就那次。真的是那次？对。好像一模一样的话，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一次了吧？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那次指的是哪次？是的，心里都清楚。那如此说来的话，你说的这个上一次，是不是就是你们刚才所说的测试波段的那一次？对，我说的上次就是指的测试波段那次。上官跟我们独立营用电台联络，一共就2次，一次就是测试波段，还有一次就是前天晚上。啊，何营长，那你还记不记得测试波段那一次是几号啊？几号？你问这个干什么？随便问问，你想起来就说，想不起来就算，没关系。那你问他嘛，他应该知道。我当然知道了，但我现在不能说，因为王站长想听你说，是这意思吧，王站长？时间有点长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日期应该是9号或者10号左右吧，时间是早晨。我之所以还有些印象，是因为我们独立营的报务员跟我抱怨说，在一个新的波段测试当中，也不是什么原因，呼叫了对方好多次，才联系上对方，可对方只回复了请发报之类的话，之后信号就中断了，电台也失去了联络。就在客厅爆炸的那一瞬间，你发出的电报内容是，请发报。原来那次收到的信号来自独立营，而你回复的“请发报”也是发给独立营。过去的事情了，今天不知道怎么的被何言给翻出来了，可笑。别提那次了，我正在努力忘了那次，实在是太可怕了。你别这样，也是我当时太敏感，误会你了。真不该拿枪对着你。你说当时要是把这些情况告诉我，我也许就不会。对，我忘了，你当时还不能把你跟何言之间有联系这事儿告诉我。没有袁部长的指示，你跟何言之间的关系对外是保密。这当时的确也挺难为你的，我就在你身边。你要是马上回电，那你就守不住这个秘密；你要是不回电，那我又会对你产生怀疑。所以你就动作迟缓，最后为了守住这个秘密，而又不得不碰。你去我家了？去了，找到了？找到了，做得非常隐蔽，非常精致。我没想到，那是我父亲当年为了防备特务而安装的应急爆炸装置，他一次都没有用过。没想到啊，头一次就用到你身上了。哎，你刚才说你父亲令尊是周恩来的挚友，黄埔前教官，因为看不惯国民党，所以现在加副衔。你是？
电台引发的危机已经过去，扫帚对我打消了所有怀疑，并向我表示愧疚。我将得到他们更大的信任，这有助于我圆满完成党国委以我的战略重任——尖刀。不瞒你说，目前苏北地区兵力紧张，原先说好的特工组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现在真的调不过来。那什么时候能调出来？这就难说了。啊，你说打仗的事儿，说快也快，说慢，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你说你来无锡干啥来啊？你是不是来告诉我，让我带着5个大小姐跟皇军打仗吗？你说话讲点道理好不好？哎，是我让你带着5个姑娘跟鬼子打仗了吗？哎，是他们非要留下来完成夺船的任务，好不好，同志？哎，开始我说特遣组的任务只负责侦察，啊，找到了军火船和电台船的位置，就算姑娘们完成任务了。我再回军区调特工大队来完成夺船的任务，我说没说过？说过啊，行，就算你说过。什么叫就算啊？你当吃饺子呢？还就算？给你来点镇江香醋好不好？那当然更好了。好你个头啊！我告诉你，从一开始组建特勤组，我就没打算让他们去夺船，危险太大。你说一群细皮嫩肉的小娘鱼儿，你说他们怎么夺船的？那坐船还晕船呢，还夺船呢？可他们倒好，一上来就叽叽喳喳的围攻我，说我看不起他们，说那帮特工大队的北方人熟悉无锡吗？啊，无锡的城门往哪开呀？运河在哪儿啊？面条怎么吃啊？我的天哪，差点没用唾沫星子把我淹死，非坚持把夺船的任务全给包了。哼，我只好依着他们呀。这样一来，我只能把原先说好的特工大队来完成夺船任务那帮精兵强将先给放了，人家有的是仗打呀，不能等咱们。这事儿你当时就不该松口，天天把女人家的，你说这仗怎么打？这你说的轻巧，当初特勤组刚刚成立，我还指望他们干活呢，我哪敢得罪他们呢？哎，这帮姑奶奶，原先可都是在首长身边工作的，万一他们告我一状，说我歧视妇女，啊，打击他们高涨的抗日激情，你说我还活不活了？的确也是。哎，这帮小姑奶奶们手眼通天，咱们是伤不起啊。嘿，你别咱套近乎，我告诉你，你就是一墙头草。哎，说当初那会儿你弄得跟真的似的，要让我带着他们回苏北，后来呢，你居然见风使舵，反过来帮着小娘鱼他们说话。你看我现在弄成一个光杆司令，就跟老蒋似的。哼，哎呀，这帮姑奶奶啊，你说你这么重色轻友，行了，你带着这5个美女，哼，把船给我夺回来得了。哎，你说谁重色轻友的啊？我跟你说啊，是他们非要留下来执行夺船任务的，我赶不走啊！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吗？你说，你这人不讲道理吗？没办法，只有我带着他们，我这是在替你解围，你懂不懂？好好好，就算你替我解围，好吧，你就帮到底，继续替我解围，好吧？哎，我看你跟你的老冤家何岩关系不错，你让他帮个忙，派个兵啊，国共合作，近水楼台吗？我说你真不愧是我的老战友啊！你电报里边就给我出这个馊主意，居然想到他，这也是没办法啊。那你说怎么办？啊？哎，考虑考虑。见过了，上官安排的。不过我告诉你啊，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出兵的，他这支队伍你也应该清楚，归军统直接指挥，没有上方的命令。哎，你让他出兵，那就是纸上谈兵。行了，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对了，要不然你亲自来指挥。你什么意思啊？啊，你让我袁部长亲自上阵呐？荒唐！慌什么唐啊？
哎，你说你自从当上情报部长以后，你多久没有带兵打仗了？正好，哎，借这次夺船的机会，赶紧打一仗，要不然你真的就不会带兵打仗了都。我不会打仗，你只会作战那2下子，好像还是本部长当年在战场上手把手的教你的吧？这我承认，哎，论指挥作战，你是我师傅。可是你后来，你真不该把我弄到这个整天跟魔鬼打交道的情报部门来。部长，老战友，你通通路子啊，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调回到战斗部队去？我是愿意跟小鬼子面对面，刺刀见骨，志多在心。你说我现在，笑话！哎，你走了，特勤组谁来带啊？那你还拆我的台？你那份关于加强团结的电报，你不就冲着我来的吗？我告诉你，老战友，要说最不讲团结的人，那就是你了。嗯？你这什么意思？怎么你反过来朝我开火了？你？我问你，上官的父亲，就是赫赫有名的宏源将军，是吧？你说你这是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嗯？你怎么知道的？上官他跟你说了？说了。你说你要是早告诉我这些，早告诉我上官因为他父亲的关系跟何言早就认识了，那就不会产生不团结的苗子了吗？你说就上官这点事儿，有什么好保密的？叫你这么一保密，好，同志之间相互不了解，稍微有一点不对劲的感觉，那就疑心生暗。行了，你赶快跟我承认错误啊！反正这院里也没别人，就咱们俩，你别整天老端个手掌的架子，哎，累着你是不是？来不来？嘿，我怎么了我？啊，哎，那照你这么说来，这是好事就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了。请陈毅军长吃顿饭是好事吗？好事？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美的你！哎，我能随便告诉你他住哪儿吗？那不能，这得保密。就是啊。行了，别绕了。哎，你说那上官跟军长能比吗？好，上官这事儿不谈了啊。他的警报是我拉响的，我现在自己把他解除掉。你这小子净给我添麻烦！我这一趟是专程为了解决你对上官的疑虑而来的，现在倒好，白跑一趟。你不知道我这一路有多危险。没有白跑，真的没有白跑。上官的警报是解除了，但是另外一个警报又拉响了，而且是非常紧急的警报。嗯？这怎么回事？看你这张脸这么严肃，你别吓唬我。吓唬你干什么？不过这件事情的确有点吓人。赶紧说，什么事儿？池北基可能是叛徒。啊？什么？喂，我是玲珑坊绣品行。是池老板吗？你好啊。你是哪位？哦呦，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好伤心啊！我是绣娘金妹呀，为你提供绣品的那个。现在听出来了吗？哦，是金妹啊。你最近生意怎么样啊？你可是好久没给我送货了。就是，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们这儿有几件绣品，你想不想看看？单面、双面都有，尺幅有大有小，都是上品哦，特意留给你的。哈，绣面是动物啊，还是山水花草啊？都有的。哎，我记得你的绣品行动物卖得更好一点是吧？哈，是的，动物双面绣最好卖了。
不过现在店里生意不太好，我也不是特别想进货，以后再说吧。哦，可以可以，你什么时候想进货了就来找我，好吗？哦，好，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你平时都在吗？只要白天我都在的，你随时来都行。哦，除了中午我要出去吃碗面，可能离开一下，但我会让做茶叶生意的胡老板帮我看着店铺的。哦，好，过些日子再说吧。如果我想进货，会事先跟你电话联系。好，那我就等着你的电话哦。好，好，再见。好，曲老板再见。怎么还在木樨？他要干什么？这简直是胡闹！电话里，他明显在用暗语约我见面。如果跟他见面，必须弄清楚时间和地点。可是你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就随便怀疑同志，恐怕……有证据还用怀疑吗？直接抓起来！我现在也没说池北基肯定就是叛徒，只是怀疑。毕竟有怀疑的理由嘛。既然有了怀疑的理由，啊，那我们就应该正视这个疑点，就应该想办法找到证据来证明怀疑是否正确。吴越南有什么反应？他很担心，尽管他心里边不愿意相信，但是事实又让他不得不信。我所说的这个事实，就是在东大街10号确实发生过荣湘军所说的部分事实。那你跟吴越南是怎么谈的？我怕他心里边有障碍，会影响夺船行动，假装说没事儿，想稳住他，让他不要想的太多。我可以让他不要想的太多，但是我不得不多想想。的确，现在没有什么证据，但我总觉得荣湘军他不会胡说。但是我倒觉得荣湘军的出发点和动机很有问题。你想想，他为了和池北基争抢吴越南，才对池北基实施监视，你就不怕他为了达到个人目的陷害小池？这个问题我想过，但我觉得荣湘军他不是这种人。为了争吴越南，硬是把汉奸的罪名往池北基头上套，这让吴越南将来怎么做人？所以这个罪名就大了。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分析，荣湘军他绝对不会栽赃陷害池北基的。他现在唯一欠缺的就是你所说的缺乏证据。但我认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想这样，分2步走。现在夺船的任务迫在眉睫，我现在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纠缠在谁是叛徒谁是汉奸的事情上了。我又不是保卫部门的，之前查叛徒的事情已经是把我搞得头大了。所以我想这样，特遣组按照计划夺船，同时默许并协助荣湘军通过特殊手段调查池北基。特殊手段？什么手段？荣湘军雇佣了高级私人侦探，秘密调查池北基。简直胡闹！让一个资本家雇佣私人侦探去调查我党特工，我说你小子还有点组织原则没有？啊？就算要调查，也轮不上他呀。他自己什么来路，你敢说绝对清楚吗？万一他是特务呢？不行，这个荒唐的行为必须阻止。
我告诉你啊，我是拿你当做朋友，才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向你和盘托出。如果我要是不说的话，那么荣祥军想什么干什么，你啥也不知道。哎，就算你现在知道了，你又有什么理由去阻止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调查一个他认为可能是汉奸的人呢？他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机缘巧合，他就是怀疑池北吉身上有汉奸的嫌疑，他就去调查了。你有权利不让老百姓怀疑谁是汉奸吗？汉奸2个字写脑门上了吗？你不去调查，你能知道谁是汉奸吗？老百姓恨汉。中午吃面，胡老板。中午出去吃碗面，应该是句暗语，否则，他为什么可以说中午吃碗面，而不是说晚上或者下午吃碗面？这显然是在给我限定时间范围。况且，中午是他在电话里唯一提到具体时间的词汇。中午吃面，中午吃面，不就是中午见面吗？那见面地点呢？胡老板，做茶叶生意的胡老板，胡老板，胡叔叔。在胡叔叔家见面。你这次来住哪儿？还是老地方，你知道的。老地方。哦，住在和你父亲做茶叶生意的那个老朋友家里啊？嗯，胡叔叔、胡老板家里头，我每次来无锡都在他家里寄宿。今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那明天、后天，又该不该跟楠楠见面呢？我现在能明显感到，背后有个影子跟着我，但我却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如果见面，楠楠势必会暴露。上次与他见面后，南枣云子已经醋意大发。如果再见，后果实难预料。好吧，只有一个办法了。工作，进来。云子科长，宪兵队送来一份电话监听记录。谁的？莲花的。自从莲花被捕之后，他的电话内容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好像所有的共党都跟约好了似的，集体消失。太可笑了，也太不正常，太不可思议了。据监侦组对这个电话的初步分析，好像价值也不大。这么长时间了，居然就没有一个为了军需船来和莲花接头的共党，这里面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但这问题的出在哪儿了呢？你先说你的电话记录。好，秀娘金妹。
秘密跟踪。秘密跟踪监视始终没有停止，暗哨就在他身边，只是他不知道罢了。记住，凡是莲花单独造访的任何地方和场所，立即列入监视名单，仔细的调查盘问莲花的目的，必要时可以秘密逮捕。嗨，科长，莲花已经归顺我皇军，您也很喜欢她，对她的考察也很让人满意。怎么，您认为她还会玩花样，还要秘密跟踪她吗？战争状态下，一个出于保命而归顺帝国的人，我再喜欢他，也不可能无限制的信任他，除非战争结束。所以说，叛徒总是没有好下场。看来暗哨还是很有必要的，要不然那天晚上他在居民家里早就被人打死了。向莲花开枪的那个人身份查清楚了吗？还没有，警察局正在查。会不会是共党派来暗杀他的？现在还不好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莲花在背着我们干什么事儿。如果那个人是共党派来暗杀他的，莲花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去那个人家里，而不通知我们？而我曾一再强调，只要是来找他接头的人，必须立刻向我汇报，在我们的监护情况下和接头的人见面。显然，他没有这么做。这说明他不愿意这么做。义父曾经提醒过我，就怕他是明着投靠我们，实则是跟我们在唱反间戏。莲花这个人实在是太聪明了，太聪明的人不能够绝对的去信任他。他连培养了他这么多年的组织他都能背叛，他有什么不能背叛我们的？就算他不背叛我们，欺骗我们的可能性总还是有的。想起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他这样可就太辜负我了。那个绣娘金妹，过去和他有过联系吗？自不同的世界，岁月让我明白彼此的差别，在错的时间，在对的地点，谁也无法改变。风没听到在哭泣，雨没体会我的焦虑，剩下的只有各自的使命，最后孤身远去。我不想哭，我不能再继续把我的爱丢弃在无尽黑夜里，让挚爱摇曳，看花儿凋零，四季流年，弹指逝去。我不想哭，我不愿再驻足，抉择的爱为成就更多幸福，我会坚强，我会领悟，离去是美丽人生最完美